我下午从成都来到了雅安，本来打算还可以再走一走，因为一般这边现在这一天的天黑是8点左右，然后现在大约是6点半，还有1个多小时。但是现在的雨特别大，我就停下来了。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前挡风玻璃上的这个水迹。我刚刚穿过了二郎山隧道，现在到了一个观景台。这边山顶的风超级大，也超级冷，估计只有10几度。所以我本来是短袖短裤，但是因为一下车特别冷，我就赶紧随便套上了，也别管套的好不好看了，先保暖为主。但是后面的山景色是特别好看的。今天晚上呢，我会到达泸定县。前2天的时候，在成都的时候，我不是给车安全检测了一下嘛，然后师傅说，到时候车上可以备一些这个机油，还有防冻液，这样路上假如说在后面一些没有人的地方，缺什么的话，那自己可以加一下，也是比较方便的。所以说，我就让家里人帮我把这个防冻液和机油给寄到泸定县。我今天晚上正好驻车在泸定县，明天就可以拿到这个快递。哇，连续下坡10公里，那看来下了这个坡以后，我估计应该就快到泸定县城了。我现在已经到了泸定县城了，旁边这一条就是大渡河。我大约下午的时候会去看一看当年红军横跨大渡河的那个泸定桥，还有跨桥博物馆还是纪念馆。现在我正在沿着河旁边的这个步行道去找一个地方吃中午饭。泸定县我觉得和成都最大的好处对于我来说，就是这边的温度是非常合适的，尤其是晚上的时候，我在成都晚上是车里面能到33度，30多度。对于我来说是很难居住的，所以我在成都基本都是住的宾馆。但是到了泸定以后，晚上车里面就24、25度，是一个非常适宜我在车里居住的温度。所以这2天我都是睡在车里的。整个泸定县它就是在一群山的中间，可以看到，你看后面这些房子的后面也是山，全部都是山，然后是山中间的一个山谷形成的县城，非常的狭长。前面就是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公园，我正好走到了这儿，过去看一看都有什么。在泸定桥的上面有一个观音阁，我现在站在观音阁上面。这一条的索桥应该就是泸定桥，有一些游客，一会儿我就下去从上面走到对岸去，对面好像就是泸定的繁华的县城。桥上面非常晃，然后风也挺大的。我有点怕我手机会掉下去。我已经过来了泸定桥，在桥中间的时候晃的幅度还是蛮大的，加上下面是水流，就需要一边看自己脚下是不是踩到那个比较宽大的木板上了，还要防止底下这种水流对自己产生这种心理影响。不过我感觉还好，我这平衡能力好像还不错，所以一路慢慢悠悠也非常顺利的走过来了。刚才在买水的时候，老板娘和我说，过了桥有一家凉粉，但是我忘了叫什么了，好像是这一家。
现在刚刚抵达康定市，然后我看了一下海拔表，大约是2500到2600米。但目前我感觉我好像呼吸还有各方面都挺正常的，暂时没有出现高原反应。不知道到后面更高海拔的时候会不会出现。现在我感觉还挺正常的，也有可能是我一直在车里还没有下去走一走转一转。但是这边的温度真的超级冷，我从泸定上来的时候还穿着短袖短裤，但现在我刚才出门下去了一下，立马给我冻上来了。下面天气预报显示只有9度左右，还好我车上装了春夏秋冬各个季节的衣服，一会儿就换上这个春秋的衣服，然后晚上的时候在康定的市区转一转。我现在停的这个位置，别看挺破的，是这种荒郊野岭，但其实它是个收费的停车场，大约要30块钱的过夜费。我平常不是特别喜欢停在市区，因为停车位尤其是免费的不好找。我之前在国道附近的时候都喜欢停在这种村啊或者是镇子里面，因为满大街都是这个免费的停车位，然后只要附近步行10分钟左右有小卖铺，然后有这个小餐馆，那么我车上有水有电，所以说又有地方吃饭，那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豪华的一个停车的地方了。这个地方的话其实感觉挺偏的，但还要收费，所以说只能是先交这么一晚上的停车费，打算今天晚上好好把这个康定市区转一转，然后明天再往城外开。我现在出来了，沿着康定的街头散步一下。然后刚才我问了门口停车场门口收费的那个大爷，他说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是康定的老城区，会比新城区相对而言更繁华一些，但老城区这边停车不好停，所以就要在他那边进行这个付费嘛。等到新城区，我刚才搜了一下，好像是会有更多的这种免费的停车位。那我明天早上会挪到这个新城区找一个停车位去。我现在吃完晚饭，现在原路往回走。晚上那一份干妈鸡是20块钱，然后锅贴是20块钱，一共40块钱。然后我刚才用 Apple Watch 量了一下我的血氧，大约是93%。现在我在走上坡，已经开始有一点喘了，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进入高原以后这种身体适应高原高海拔低氧气的一个状态。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听出来我现在这个喘的很重的这个呼吸声。然后后面下一站有可能是新都桥，我看了一下海拔是3400多米，所以我决定明天在康定再待一天，后天就回来。这样的话给自己多留一天适应这种高原低氧气的一个时间，让身体能够更好的准备。哎，有点喘，歇一会儿。平常在平原地区的话，爬这种坡，尤其是走路的话，问题不大的。所以我还在考虑后天，当然我后天要看身体状况。如果我觉得我适应的还不错，生龙活虎的，那我就后天出发。如果说
还需要再适应，那我就等到大后天。对，现在已经是我在康定的第2天了。然后我从昨天老城区的那个停车场，现在挪到了一个新城区的比较偏的一个停车场。但是我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我人的高原反应其实没那么强烈。我有可能昨天晚上是自己就是那种心理自己吓自己。到了今天，其实我感觉好像没什么问题，而且新城区比老城区海拔又高了大约100米左右，现在海拔应该是2800米左右。我自己的话是感觉没有什么问题的，呼吸啊各方面都是 OK 的。但是车子的高原反应已经比我的高原反应还要厉害了，因为随着海拔升高以后啊，这个气压的降低、温度的降低，还有各方面这种压强的变化，导致水温一个是它的沸点会降低，比如说在平原100度，到了高原这边可能就要95度、90度，然后85度。随着海拔越高，那么水的沸点也就越低。防冻液是这么一个道理，给车用来散热的这个防冻液，在平原地区我买的这个沸点是130度左右。那么到了现在2800米的海拔，估计大约可能在120度左右。那么随着海拔的升高，可能100多度、110度，那么防冻液就沸腾了，也就是俗称的这个汽车驾驶中的这个开锅了。然后又加上我这个车排量2.0自然吸气，其实在高原来说算是小排量的车了，所以我这个车动力也比较肉。那么我必须要用一个低速度、高转速、低档位来进行行驶。那么也就是说，我在爬坡的时候，可能就需要用2档或者是3档，然后发动机的转速在2500转到3000转这么一个区间进行动力的一个输出。但这样的后果就导致，因为高转速嘛，所以说发动机的发热特别快，就特别夸张。那么来到高原上以后，我的这个水温在平常的时候感觉一直在100度、110度，这个可能都还是一个合理区间。但是今天早上我用2档爬坡的时候，就已经到了水温的那个红色的区域了。所以我现在赶紧就找了个地方先停车，然后把我的这个车子的座椅给掀开，因为我这个是内嵌式的发动机舱，它不像是小轿车是在前面掀盖的。然后我现在车大家可能也能听到它在转，因为它在怠速的时候，我网上也搜了一下，这个只有你这个点着火怠速的状态下，它那个风扇才会转，去帮助这个汽车散热。如果说你要是关闭这个发动机，让它自己纯被动散热的话，那可能散热的效果和效率都比较慢。所以我现在要等一下，等这个发动机的水温逐渐下去，然后找一个汽修厂去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散热系统再检查，或者说是保养一下。这是我现在停车的地方，车子高反了，还好我的装备比较全。本来是我自己买了自己降温用的小风扇，现在给我的大金杯安排上。因为这个汽车高反的原因，所以说发动机的温度特别高，然后我现在在帮助它散热。刚才的时候怠速的时候用汽车的风扇散了大约1个小时，现在我又打开了这个门窗，然后掀开了发动机舱，再加上我这个风扇来对它进行一个主动加被动式的双重散热。没想到不仅车高反，我的储备方便面它也高反了。还好压缩饼干因为没有空气，它仍然是压缩的。康定的天气非常好，感觉空气特别干净，而且远处能看到雪山。前面这个就是雪山，刚才我偶然一抬头发现，确实非常的漂亮。明天我再看看情况。
我初步计划是明天早上出发前往新都桥，然后我提前看了这个路况，说是318国道前往新都桥的路上它封路了，所以说我要绕另外一条省道，那条省道据说景色也是不错的。现在这边天还是比较亮的，北京时间现在大约是晚上7点半左右，但我现在所在的康定，它的经度呢地方是大约要和北京时间有1小时1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差，也就是说理论上来说，我这边的时间相当于东部沿海城市6点20左右，所以说这边的天黑一般都要等到晚上8点半。那随着我继续往西，有可能这个日落的时间会更晚。刚才在康定城内补给了一些物资，我之前看网上说喝可乐或者是葡萄糖能够有的时候缓解高反，所以我先储备着。就算没有高反，我自己也会储备一些。然后是重要的食粮，然后我还买了3罐氧气，一共60块钱，有点贵，但是在这个地方也差不多。然后今天早上一共花费270，我还让小卖铺的老板给我换了50块钱的零钱，以防止后面的时候没有信号，然后手机不能在线支付。现在海拔是4000米，我感觉还好，有可能是一直坐在车上。然后现在下来溜达一下这边的风景，雪山、草原，草原路过了，现在没有。大金杯虽然慢，但一路还是吭哧吭哧的上来了。尤其是自从修完这个散热系统以后，师傅说我的节温计坏了，直接给我拆掉了，然后水温也不报警了。那么这一路开起来就慢慢悠悠的30-40公里每小时，或者说是平坦一点的时候40-50公里每小时爬上来。其他比我好的车的想超就超，我反正慢慢悠的走，他车好他就先超过去。海拔4000米，我的血氧83%。我除了感觉需要大口喘气以外，其他感觉还好。而且开车我没有戴袖套，明显感觉我胳膊已经被晒黑了。高原的紫外线是真的还是比较猛烈的。外面的风太大了，所以我坐到了大金杯里面，操拉门一开，这就是我的观景台。我现在到了新都桥镇，我感觉身体状况一切良好，海拔3400米，远处有落日，现在应该是晚上8点左右，太阳估计在8点半左右会降下去。找了一家小餐馆，吃了一份牛肉炒面，25，我感觉这边物价还可以。然后现在吃完饭，在这个镇子里面溜达溜达，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地方。现在大约是8点半，天色已经逐渐变黑了。我现在感觉身体状况各方面都很好，好像没有什么高反，有可能是我已经适应了，也有可能是我之前一直吓自己，其实身体并没有太明显的这种症状。
今天还花了60块钱买了3罐氧气。我现在没有高反，但是我现在就纯属想尝试一下，看看这个氧气罐到底有没有用。今天唯一的高反其实也不算高反，就是在那个4400米的亚拉山口的时候，这个溜达的有点太快了，稍微有点喘。包括在这边其实也都是，所以说其他的我感觉都还好。这个应该是这么用吧。然后我想想，我应该这样放，我试一下。他怎么不给我供氧呢？哦，原来是我按的力度太小了。再来一次。没什么感觉，再来一次。也就那样，没什么感觉。我感觉有可能对那种实在高反的很难受的人有帮助，对我来说感觉好像暂时没什么用，我还是继续留着当我的储备物品吧。因为我之前本科毕业的时候，也是跟舍友开着车自驾了。当时我们自驾的是青甘大环线，当时也爬了什么雪山呀、山头啊，我们还去了山里面那种特别坑坑洼洼的非铺装路面也跑过。当时是租的车，神州租车租的宝沃 BX5 还是哪个我忘了。所以说这个高原驾驶，包括当时的时候，应该我都没有这个吸氧气，所以说我感觉我身体可能对高原的适应，加上我在康定还待了2天晚上，我感觉也有可能问题不大。那么从前面一直和大家分享这个高反的问题，因为我来之前做了很多高原的功课嘛，我发现有一些人他们高反还是蛮严重的，什么头疼、头晕、胸闷、气短，还有更严重的什么发烧，再严重就是那个肺水肿，还是反正就是更严重的疾病。那个疾病的话，据说如果就是一旦产生了，要立马进医院，然后否则会产生这个生命危险。但我现在顶多就是有点困，我可能今天晚上要早睡觉。其次呢，基本没什么大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走上坡路的时候可能会喘，这个正常应该是，因为毕竟现在海拔新都桥镇是3500米，比平原地区的海拔高3000多米，所以说它的含氧量可能只有平原地区的10%几，